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盘棋我们讲到，在日本东京，聂卫平战胜酒井猛，取得3连胜。赛后，大竹英雄冲进对局室，怒斥酒井猛为何不从左边打入，让自己非常失望。同时又盛赞聂卫平下得好，并赠送了他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聂卫平表达了谢意，并说道要穿着这身衣服与武宫九段进行对局。双方的对局时间最后敲定在了1987年的3月31日。比赛前一天，北京多云，大战前夕，双方有各自的消遣方式。聂卫平在围棋队拱猪，惩罚是输的一方要钻桌子，以此来发泄压力。武宫九段则在北京饭店的伴唱机前高歌。当饭店男女服务员纷纷前来请他签名留念之时，他愉快地感叹道，没想到在中国会有这么受欢迎，也许我应该在中国灌张唱片，销路一定不错。我越来越发现我对中国有着一种深切的依恋之情。看到这句话，明月不禁想起了在第二届擂台赛先锋之战当中，在日本武宫九段透露的一桩关于自己身世的天大秘辛。在当时瑞奈卫与南光子的先锋之战当中，武宫九段担任大盘解说嘉宾。赛后他宴请了中国队玉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武宫九段正色的对席中众人说道，当他的父亲得知他作为日方第二届擂台赛副帅，同时要讲解先锋之战时，对他说道，武宫九段的祖先原来竟是中国人。时间要追溯到150年以前，在中国的辽宁省有一户姓武的人家，当时为躲避战乱逃到了日本，后来与武宫家族联姻，为在日本生存，最终将武姓改为了武宫。武宫九段对此也是大吃一惊，他的父亲还拿出了族谱向他证实。武宫九段开玩笑说道，难怪我特别喜欢和中国棋手在一起，原来我身上竟然有中国的血统。席中朝日新闻的记者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中日双方大战在即，日方副帅竟是中国人的后代，随即问到武宫九段，你说的这段话可以见报吗？武宫九段大度的说道，我既然敢说出来，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第二天，朝日新闻大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以上的这段记录出自上海棋坛名家曹志林老师所写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演义》一书。这本书虽然叫做演义，但是曹老在最后专门说到，书中的史实都是有据可考的，只有个别的日本记者的名字是他杜撰出来，所以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同时，明月也要悲痛地向各位棋友宣布一个消息，曹老师前一段时间已经与世长辞，中国围棋界再次损失了一位围棋教育家，棋界元老。在此，明月也借这盘棋向这位著名的围棋活动家，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亲历者表达自己的敬意和哀思，一路走好。1987年3月31日晴，天气连日阴沉，今天总算出了太阳。赛场北京体育馆周围清风拂面，弱柳莺啼，一片春光明媚。上午9点40分，双方抵达赛场，紧紧握手，互致问候。10点整，裁判长陈祖德九段宣布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的裁判阵容也可谓是超豪华，芮乃伟担任记录员，杨辉担任计时员。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执黑的武宫九段布下了自己最为拿手的3连星开局，白棋以2连星应对，而在白棋挂角时，黑棋豪迈的直接在上方再占星位，构成4连星。这一带在此前武宫九段的对局当中，大多是选择守角，白棋无论是飞还是在边上拆回，黑棋再构筑4连星。而这盘棋当中，武宫九段有意求变，直接脱先，对白棋也是一个考验。如果白棋此时直接点角，黑棋挡住白棋长，黑棋长接下来飞出，这样黑棋的配置极佳，黑棋满意。而如果白棋在这一带选择双飞燕的话，
武功九段准备了尖出的下法，白棋点角，黑棋再飞，接下来白棋爬回，黑棋在左上先挂一手之后再飞压，这样一来外围黑棋的阵势广阔，利于武功九段宇宙流的展开。这个图白棋也不太满意。聂卫平九段针对这盘棋在赛前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国家队还进行了专题的研究。有人提出不妨借鉴在日本对武功九段战绩颇佳的赵志勋和小林光一的下法，捞取实地，但聂卫平并不同意。他说，我制孤不如赵志勋，收数不如小林，如果一味的东施效颦，反而适得其反。最终他决定发挥自己大局观好的特长，在开局限制黑棋宇宙流的张开，下一手棋就是这一策略的集中体现。白棋此时跳了起来，这一带黑棋常见的下法是尖在此处，这样白棋立下，黑棋跳是局部常形。但之前白棋挂角时，黑棋就没有在意手脚，此时自然也不肯帮白棋外围加厚，而且武功九段局后坦言，他还担心白棋挤在此处的下法。黑棋粘住，白棋再虎，接下来黑棋搬，白棋长，黑棋在下方搬两下之后再爬白棋长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换作是赵志勋，黑棋当然满意，但武功九段认为开局让外围的白棋加厚，对于自己上方的这三个星位会有致命影响，这个图他无法满意。所以实战当中武功九段选择了单跳的下法，而白棋下一手棋直接点33也是好手。黑棋冲必然，白棋搬的时候，如果黑棋从上方拐住相对简明，但白棋虎，黑棋打，白棋粘住，这样的结果白棋脚步取得了实地，外围的跳又限制了黑棋后势的发挥，黑棋不太满意。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在下方搬住的下法，白棋粘，黑棋粘，然后白棋飞做活。接下来黑棋面临选择，此时黑棋选择了在下方夹住，意图对白棋的两颗子进行攻击，以发挥自己外围子力的优势。但是这个地方武功九段的判断似乎出了问题。 AI 此时的建议是黑棋看清下方，因为白棋的这两颗子相对较轻，黑棋马上进攻并不明智，黑棋在上方飞是 AI 的一选。而秀行先生的意见，在下方一带黑棋要行棋，可以考虑走在5线，这是好手。聂卫平九段局后对这步棋敬佩不已。这手棋一箭双雕，如果白棋从下方拆一手，黑棋靠住，一来接下来有再次飞继续进攻白棋的手段，二来在右边一带靠下，白棋长，黑棋粘住，这手棋也补住了白棋的冲段，黑棋外围潜力广阔。而如果白棋此时跳出，黑棋可以再次跳下，保持对白棋的攻势，白棋再走，黑棋搬，白棋挡，黑棋粘住，这样白棋无论怎么下都不会形成像实战一样的好形。实战当中黑棋直接走在了3线，被白棋镇住之后，黑棋反而颇为为难。下一手黑棋再次飞继续进攻，但 AI 已经强烈的建议武功九段此时踩一脚刹车，在下方度过，这一带就算了。实战当中黑棋在此一飞，白棋也毫不退让，下一手加过来反而切断了黑棋的退路，这一带到底谁攻谁还未可知。黑棋搬，白棋挡住，黑棋粘，白棋虎在了2线，此时黑棋的这两颗子也已经飘了起来。下一手黑棋退，防止白棋的搬，白棋则后势的顶住，彻底分断黑棋。现在黑棋再向中央出头时，白棋顺势在中央一飞，这手棋极大的限制了黑棋在中央的潜力。有棋有可能会有疑问，那黑棋能不能强行将白棋冲断呢？这样正中聂卫平下怀，白棋下一手打完之后再次连压过来，接下来再从右侧打入，这样下方的这一对黑子将有灭顶之灾。而至于上方一带黑棋能否成控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结果黑棋实地损失太大，无法忍受。所以实战当中在白棋飞的时候，黑棋选择了单补一手，补后自身，也是武功九段的风格。白棋压
对下方4颗黑子施加压力，黑棋长出，白棋接下来刺，又是好次序。现在白棋如果不刺，直接在中央补棋的话，那么黑棋会马上再次靠，白棋搬，黑棋再靠下，这样一来，这一带黑棋得利，白棋再刺，黑棋可以粘在上方，这个局部没有断点，而边上一带黑棋满意。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在此先刺是好时机，黑棋现在如果靠在这补断的话，白棋顺势一虎，黑棋再长的时候，这一带白棋已然没有断点，接下来可以飞对黑棋发动进攻，这个图白棋满意。所以实战当中，为了不给白棋借用，黑棋选择单粘，白棋再回到中央补住棋形。下一手黑棋再次拐出，而白棋则如流水一般顺势向中央一跳。这手走完之后，对于上方一带黑棋的阵势又有所限制，而且这个虎头也是绝好点。现在黑棋如果长，白棋在中央再补一手，黑棋不满。此时5攻9段下出了一步勉强的手段，或许是为了向中国棋迷表现自己宇宙流的构思，也或许是在这一带对白棋的限制感到不舒服。下一手黑棋直接在中央围了一手，但这手棋很容易落空，因为很明显这一带黑棋是有诸多缺陷，3-3挂入等等各种打入手段都存在，所以 AI 此时的建议，黑棋应该在下方一带先挂，安定这块棋，上方一带以后再说。5攻9段自称自己的招法是自然流，但本局当中或许是由于聂卫平有意针对，黑棋在这个地方失去了冷静。下一手棋黑棋飞在此处，胜率此时黑棋已降到了 30% 以下。下一手白棋愉快虎头，黑棋现在还是应该从下方挂安定。实战黑棋再次跳，瞄着对白棋大龙的反击，白棋则顺势再次拆了一手。相信很多棋友一定会有疑问，为什么白棋这个时候不去点3-3？星位两仪张开是点3-3最佳时机，确实点3-3也是 AI 的首选，但聂卫平九段在自战解说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自然也知道点3-3是好点，实战当中他也考虑过黑棋挡住白棋爬，如果黑棋选择搬了之后连搬的下法，那么白棋是非常满意的。以下黑棋吃，白棋贴起，不仅破掉了黑棋的阵势，还孤立了黑棋的这颗子，这个图白棋成功。而如果黑棋选择长，白棋就按照当时的定式长了之后搬完，然后黑棋虎的时候，白棋脱先再回到左边行棋，这个图白棋先手掏掉了黑棋的角，而且边上一带黑棋还漏风，黑棋也是不满的。但是聂九段担心的是此时黑棋在此飞的下法，这在当时也有，虽然当时还没有米氏飞刀，白棋拖也是公认的最佳下法，这样黑棋就在局部脱先，而黑棋争到先手，下一手就可以先在左下挂一手，白棋手，黑棋在中央虎两下定型之后再回到左上挂角，白棋在手的时候黑棋再压过来，这样一来黑棋在左边一带形成了阵势，而如果白棋贸然打入，将正好进入了5攻9段擅长的攻击步调，这是白棋最担心的地方。所以此时聂卫平继续贯彻自己赛前的准备，不着急去争夺脚步的实地，而是先在此围一手，对黑棋施加压力，最好能够逼迫5攻9段去围脚步的地，因为这是他最不舒服最不擅长的地方。下一手棋黑棋虎逃出，白棋顺势一虎，黑棋再虎，白棋长，黑棋再走，白棋长出，这一带白棋继续加厚，接下来的点角威力将大增，因为白棋的这颗子限制了黑棋左边的发展。这一带双方的较量充分展现了人类围棋的特点，不仅有技术上的交锋，还有心理上的对抗，这或许才是围棋真正有魅力的地方。白棋现在变厚，上方的打入变得更为严厉，黑棋不得已只好回到脚步守住。下完这一手，对局暂停，进入午休。从 AI 胜率看，此时黑棋的胜率不足 30%。聂卫平中午
依旧是洗完澡之后吃了几片西瓜。国家队还特地给他派了一位保健医生进行按摩放松。而武功九段则在宾馆就餐，吃了足有20个饺子，然后若无其事的和中国棋手们在室外散步聊天。下午1点，比赛继续，白棋下一手在中央浅削了过来，黑棋护住上方实地，白棋继续侵入。黑棋这一代大飞也存在缺陷，实战当中黑棋再次靠要求补棋，而白棋下一手棋坚回看似必然，却是聂卫平后悔的一手。他局后反思到，此时白棋应该先长，继续威胁黑棋这一代的缺陷。黑棋挡住之后，这一代白棋已然加强，同时黑棋的眼位依旧成问题，这样白棋简明跳回是白棋优势的局面。确实，这个图正是 AI 的一选。实战当中，白棋再次尖联络，被黑棋顺势一扳，白棋只好退。这样一来，这一代黑棋已然先手获利。下一手棋，黑棋在左上挂了过去。武功九段意识到此时形势吃紧，只有上方一带黑棋才有可能构成大的阵势。白棋小飞手脚，黑棋再飞，这个地方黑棋期待着白棋再次尖，这样黑棋再尖，如果上方全部成控，黑棋效率极高，这个结果双方5-5开。但是聂卫平九段此时判断的也非常清楚，在黑棋飞的时候，白棋下一手棋在左下小飞了一手，这手棋同样价值极大，一来加强了脚步，二来对黑棋的大龙也是一个威胁。实战黑棋压，白棋长出，下一手黑棋在边上补了一手，这手棋一箭三雕，一来补强自身大龙，二来随时威胁在脚步尖33对2颗白子发动反击，同时还盯着左下一带点33的打入手段。但白棋也不甘示弱，此时白棋下出了强手，下一招直接从上方打入，这个方向也是 AI 的一选，但 AI 的次序却更为的精巧。此时白棋应该在此先跳一手，跟黑棋的粘交换之后，再从上方一带打入。这一带暗藏玄机，我们此后会和大家分享。实战当中，白棋直接打入，这个点也很刁钻。黑棋现在如果扎钉，白棋再次靠出，这样白棋轻松连回，黑棋并不满意。而如果这个时候黑棋选择尖强攻的话，白棋长，黑棋再走，白棋扳完之后打吃，黑棋挡住，白棋提，黑棋再挡，白棋开劫。虽然黑棋提劫看似严厉，但白棋对于下方这条大龙乃至右边这条大龙都有诸多的先手攻击借用，这个劫黑棋危险，所以这样黑棋不行。因此实战当中，武功九段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尖住的下法。这手棋同样是 AI 的一选，白棋长，黑棋挡，以下双方的招法近乎必然，招招一选。接下来白棋拆，黑棋压住，白棋尖扩大眼位，黑棋靠住，白棋利用这一带的先手走完之后，尖在二线直接做活。这一带活完之后，实际上白棋已然领先，但黑棋外围也得到了加厚。从胜率上看，此时黑棋依然维持在 30% 左右，上方实力大损，武功九段自然要挽回面子。下一招黑棋再次冲一手之后，接下来直接点到了左下的33，这对白棋同样是考验。这个地方明月个人认为聂卫平九段的选择比 AI 的招法要更好。AI 的视角看来，白棋最强硬的下法是挡在此处，这样一来脚步将必然形成劫争。虽然这个劫 AI 认为白棋并不怕，但是在当时的比赛环境当中，突然造出一个劫，加之上方一带白棋打入之后，黑棋外围变厚，上方黑棋有大量劫财，聂卫平九段并不敢这样下，这样无疑给了劣势下的武功九段机会。所以实战当中，从对局实战心理的角度考虑，白棋选择了挡在下方是安全运转的好棋。黑棋长，白棋扳，黑棋再扳，白棋连扳过来，接下来黑棋断，白棋粘，下一手棋黑棋打的时候，白棋先刺也是机敏的一手。这一带如果白棋直接吃，黑棋提，白棋打，
当然也是可行的下法，但聂九段担心的是以后黑棋冲，白棋挡，黑棋断，白棋再打吃，黑棋长出的时候，此时白棋已经尝不到这一下了，否则被黑棋一打，白棋反而崩溃。而如果白棋只能粘，被黑棋挡住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和实战比当然是亏了。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在打之前先刺一手，现在黑棋如果提吃，白棋就断，这样的结果，黑棋下方这条大龙没活，左边一带黑棋也有缺陷。虽然 AI 认为黑棋可战，但是对我们人类棋手而言，这个图黑棋的风险极高，所以实战当中黑棋还是选择了粘住，白棋再回到脚步断吃2颗子，下一手黑棋冲，白棋挡，以下是必然的一个进程。白棋粘回，黑棋为了防止白棋再次连打的下法，单退一手，接下来白棋回到了左上坚住3-3，这是眼见的好点。看到这手棋，研究室中的中日棋手一致认为此时已经是白棋胜势的局面，但唯有一人沉默不语，再三确认之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个人就是邵振中，他指出此时黑棋有一步好棋，就是在这一带飞下。这手棋粗看之下似乎不起眼，但是仔细看来确实是好棋，而这也是 AI 一直强调白棋要在此跳一手的原因。这手棋走完之后，实际上是出现了2个好点，一个是对于脚步白棋死活的威胁，再一个就是对于上方白棋中间这个挖断的进攻。现在如果白棋在此补一手，那么黑棋有在脚步靠的好棋。这手棋走完之后，白棋虽然不至于死掉，但会被搜刮。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此时如果白棋在此扳的话，黑棋可以长，这个地方白棋粘住，黑棋就冲，白棋再扳，黑棋打，局部将形成万年解，这个图黑棋满意。而如果在黑棋靠入的时候，白棋选择粘住，大同小异，黑棋还是走这个，白棋再加的时候，黑棋在这一带打吃，白棋走，依旧形成了类似于万年解的图。所以局部白棋最强的应对是在此拐吃，黑棋冲，现在白棋不能粘，否则黑棋在此一立，一路黑棋的这个硬腿发挥了作用。此时白棋走这个，被黑棋一靠就死掉了。而如果白棋现在去扩大眼位，黑棋可以在一路扳，缩小眼位。接下来白棋立下，黑棋立，白棋再挡，黑棋破眼，这个局部已经成为有眼杀无眼，即使以后白棋能收气，黑棋团住也是个刀疤五。而接下来白棋扳，黑棋退，这一带你冲我就挡住，这个局部白棋自身气紧，也无法突出重围，这样白棋不行。所以白棋在局部当黑棋冲的时候，最佳的下法是打吃在下方一路，黑棋再冲，白棋挡住，以后黑棋冲先手，白棋提吃，脚步只剩下3目棋，这样的结果黑棋再回到左边抢收官子，比实战要好很多。但尽管如此，黑棋的胜率这个图也只有 15% 多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变化是，如果此时白棋在此顶住补住脚上的死活，黑棋可以在此挖，这是强手，白棋打，黑棋粘住。现在如果白棋在此粘，黑棋断，以下是必然进程，白棋打，黑棋长，白棋再冲，黑棋强硬挡住，白棋先手就要吃2下，再断吃，看似可以利用手筋将这2颗黑子吃住，但黑棋简明一断，白棋再走，黑棋滚包之后，接下来靠在此处。现在我们就会看到黑棋这步飞的作用，这一带黑棋的棋形没有缺陷，而白棋吃，黑棋跳下，整体的白棋无法做活。如果右边一带黑棋全部成空，那么这个局部白棋大损。另外一路变化是在黑棋粘住的时候，白棋此时不粘这个，靠在这儿想要就地活棋，那么黑棋当然义无反顾的把它断掉。下一手棋白棋再扳，黑棋虎住，白棋虎的时候，黑棋可以直接点过来，这个图白棋同样难以活棋。因此这是时机，但可惜对局当中5攻9段没有看到这手棋。下一手棋黑棋直接走，白棋马上将自身加厚，黑棋扳，白棋断，黑棋吃，
白棋打完之后再打，黑棋粘住，白棋粘，下一手棋黑棋挡住，这一带白棋得到了先手，接下来在右边补了一手，聂卫平终于先一步发现了右边的玄机，这手补完，黑棋再飞已然错失良机，白棋此时简明补住即可。这样如果黑棋还是挖，白棋打完之后一粘，黑棋再断，白棋打了之后直接滚包即可。这个结果白棋粘住，黑棋整条大龙不活，虽然这一带立先手，白棋就粘住，但现在这条大龙陷入危机，不可避免的要遭到白棋猛烈的搜刮，甚至死掉的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图已然不成立。因此实战当中，在白棋飞下之后，黑棋选择了从上方拆一手，一来威胁白棋这一带的断点，同时也防止白棋在这一带利用黑棋的断点先手搜刮做文章。下一手白棋跳在此处，右边的危机彻底解决，黑棋挡住，白棋立，黑棋再靠补断，白棋冲一下之后再次挡住，下一手顾及到自身大龙的安危，黑棋再次补了一手。那么这个地方黑棋能否利用此前拆的这手棋对白棋这颗子发动强攻呢？ AI 在这个地方也给出了变化图。此时如果黑棋在此直接靠，白棋挡住，黑棋再尖，白棋就粘，下一手棋黑棋在这一带强行切断的时候，白棋可以先打一手，接下来再叫吃，这都是必然进程。黑棋粘住，白棋下一手棋打完之后再次一粘。现在白棋如果连回，黑棋中央5颗子被杀当然不行，而如果黑棋走在此处阻止白棋渡过，那么白棋冲吃住2颗子即可，下一手依然有冲断黑棋的变化。黑棋再粘，白棋一跳，这一带白棋已然有收获，跳完之后黑棋吃这颗子价值已经不大，这个图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实战当中5攻9断也没有再用强，在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在中央后势的补一手，彻底的安定大龙。下一手白棋顶住，防止黑棋再次断，接下来黑棋长，白棋虎一手继续防住断点，黑棋以下跳下，终于将这条大龙彻底的补干净。但形势已非，此时黑棋胜率只有 0.6%， 目差白棋盘面领先6目左右，这个差距对于顶尖级别的高手而言已经是难以逆转了。实际上本局的胜率也很有趣，在白棋下方跳，黑棋没有尖跳在此处之后，黑棋的胜率再没有超过 50%。 我们继续往下欣赏下一手棋，白棋在左上抢到了挡的大官子，黑棋再爬，白棋在中央后势联络，接下来黑棋立下要求白棋补活，白棋应住，下一手黑棋挤，白棋退回补住断点，接下来黑棋再爬寻求便宜的时候，白棋压也是机敏的好棋，反过来威胁上方的3颗黑子，黑棋扳，白棋后势粘住，继续要求黑棋补断，黑棋虎一手，白棋接下来在中央再扳，这一带白棋还成了一些目数，下一手黑棋再长的时候，聂卫平9段再次下出了好手，此时白棋打吃是好棋，也是 AI 的一选。如果黑棋现在去断，那么白棋只需要简单提吃即可，黑棋粘住补断，白棋再虎，虽然看上去黑棋吃住2颗子，但以后还要收气，同时这一带被白棋打穿，这个地方以后还要小心白棋在此断了之后再断的反击手段。所以实战当中5攻9断也不敢在这一带强行去吃2颗子，白棋打的时候黑棋选择粘住，但这样一来白棋已然便宜，下一手棋再回到左边补住断点，黑棋断看似严厉，但聂9段早已看清141手的断和144手的拆2是剑合的好点，必得其意。下一手棋黑棋在此立下5攻9断，释放出了最后的胜负手，白棋挡住，黑棋再靠，意图搅乱局势。现在黑棋希望白棋在此扳强吃这颗子，这样黑棋有在此断的搅局好手。接下来如果白棋继续用强在此吃住这颗子，黑棋可以在此挖打，白棋有2种选择，如果白棋粘，黑棋再打，白棋退的时候
接下来黑棋这一拐出，局部已经出棋，白棋不能断，否则此处有倒扑。而这一带由于气紧，白棋也只好粘住。那么下一手黑棋再次一粘，这个地方白棋已经被全部鲸吞。看似黑棋有断，但白棋无论断哪一个都会撞紧自身的气，外围黑棋厚实，白棋难以逃出，这个不行。那么在黑棋打吃的时候，如果白棋提吃，黑棋此时可以单拐，白棋依旧不能断。现在当白棋再粘的时候，黑棋粘住，这一带白棋少了一颗子，黑棋多出一口气。接下来再次搬杀掉中央和搬在角上吃住3颗子见合，这样黑棋也是一举逆转。但刚刚吸过氧的聂卫平并没有出现昏招，接下来在黑棋靠的时候，白棋选择了最能看得清的一个下法，再次单退。下一手黑棋再搬，白棋后实虎住，这颗白子黑棋无法吃掉。接下来如果黑棋再次贴棋，白棋顺势一虎，黑棋如果弯，白棋再次一爬，黑棋搬，白棋一挤就直接度过了。那么如果此时黑棋压在此处的话，白棋可以立，左边断与右边连回也是见合的，黑棋并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直接压，白棋横顶，黑棋长出，接下来白棋断。这个地方如果黑棋现在直接断，白棋提吃即可，黑棋再爬，看似白棋只有2气，但由于左边厚实，白棋可以冲了之后再冲，黑棋只有粘住，白棋一搬，黑棋2颗子被吃住，反而是鸡飞蛋打。所以实战当中黑棋也不敢断，下一手棋黑棋在下方挡住，阻止白棋连片成空。白棋打吃先手定型，冲完之后坚在此处补住了下方的断点，依旧留下了在一路度过的大官子。黑棋接下来回到右边冲定型，这是黑棋的先手权利。然后黑棋在上方刺，白棋沉稳的粘住断点，黑棋再飞威胁这个断吃的时候，白棋长先手反过来威胁冲断黑棋，黑棋联络，白棋后势一粘。此时全盘已无可争胜负之处，武功九段勉力的又支撑了几手。研究室当中已经向孔祥明开起了玩笑，要求他请客。武功九段调整了一下心情之后，至188手，白棋提吃，黑棋无心再坚持。现在形势，白棋已经是可以倒贴目了。下午5点25分，武功九段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色微白，表情阴沉，随即右手比了一个认输的姿势。全局终了，聂卫平取得了4连胜，整个北京体育馆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而聂卫平似乎仍然沉浸在自己的黑白世界里，丝毫没有注意到对局室当中已经涌入了大量的人群和记者，将他团团的包围起来。这盘棋在聂卫平九段的有意控制之下，武功九段的宇宙流和他强大的中盘战斗力量并没有发挥出来。而本局之后，聂卫平似乎也找到了对付武功九段的秘密武器，在此后双方的交手之中一直保持着极佳的战绩。4月1日晴见多云，当晚在北京饭店托聂卫平的福，日方预想的闭幕式第4次改成了友好的联欢会。武功九段似乎也从失利当中摆脱出来，一展歌喉，他的热情、谦虚、开朗、大度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尊重。联欢会最后，郝克强激动地说道：中国人民将永远地记住你的名字，你为我们带来了友谊，带来了艺术，带来了令人钦佩的大家风度，你的中国之行并没有失败。同时他说道，4月底双方的主将对决引人注目，胜负难料，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无论谁输谁赢，日本方面这一次可以放心彻底的举办一次闭幕式了。在场人士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而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第2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终的主将之战。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